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川普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是消息还是控制世界的手段？今天我先谈川普是如何拿捏习近平和中共的，然后我再来谈谈美伊谈判和伊朗战争。因为我发现，如果你看懂了川普和习近平的互动，你就能看懂川普是如何遥控伊朗局势的。而美军对伊朗战争升级的新态势，越来越像美国未来针对更强对手的一个预演。如果零星去看这几天的中美新闻，你可能会觉得川普对中共和习近平的态度好像有点拧巴。川普一边在公开场合不断对习近平喊话，强调两人之间的私人交情，另一方面，美国情报系统又在不断往外放风，从不同的角度指控中共在向伊朗提供高级的预警和防空系统。这两条看似矛盾的外交策略，却形成了一套完美的组合拳。川普之所以要打这套组合拳，是因为他抓住了习近平和中共的一个死穴。我们先来看一些基本事实。第一，川普最近几天确实在公开场合反复把习近平、中共、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未来峰会这几件事情绑在一起说，而且川普还不是随口一说，他是用连续的铺垫的方式在形成一种叙事。4月15日，川普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亲口说，他给习近平写过信，要求中共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川普的原话是，我给他写了一张便条，要求他不要这么做，而习近平回信表示，中共没有给伊朗提供武器。关键是在同一天，川普又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把这件事情和霍尔木兹海峡直接绑死。他写得非常直白，说中共对我永久打开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非常高兴。更关键的是他下一句，川普说中共已经答应不向伊朗送武器。了解中共话语体系的人都知道，这绝对不会是中共的原话。习近平前面说我们没有给伊朗提供武器，对此我们通常的反应都是习近平又在撒谎，在隐瞒他们背后和伊朗的勾结。但川普却将计就计，把习近平的话改为中共已经答应了，他们不会向伊朗送武器了。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习近平前面那句话没有撒谎，那你就不能说川普后面这句话不是事实。最后造成的既成事实就是，中共那边非常难直接反驳川普这个说法，因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总不能反驳说我们没有答应川普不向伊朗送武器，那不等于是直接扇了习近平的耳光吗？而川普这个操作得到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叙事上的胜利，我们下面会分析川普这个媒体运作所起的作用，那可是实实在在的。川普随后又把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包装得非常个人化，说自己几周后到中国，习近平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此外，川普还有意把这次到北京和习近平的见面定调非常高。早在3月25日，在川普宣布他延迟访问北京时，他就把这次访问形容成历史性的访问，并称为一个重大事件。把这些点连起来看，就会发现川普近期是在有意地营造一种叙事，好像特意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他和习近平之间有直接沟通，有私人交情，有交易空间。这个叙事本身就非常有故事性。第二，围绕中共在伊朗问题上的角度，美国情报和媒体这几天是集中盯住了几个方向，层层递进。在4月17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官员透露，根据美国国防情报局的评估，中共正在考虑向伊朗提供更先进的雷达系统。报道里甚至点到一种具体的类型，叫 X 波段雷达。这种雷达可以帮助伊朗更早发现低空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这些能对伊朗应对目前美军以及以色列的空中打击非常关键。早些时间 CNN 在4月10日到11日就已经率先爆出另一条同样来自美国情报部门的消息，说中共正准备在未来几周向伊朗提供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
而且可能是通过第三国转运的方式来掩盖武器来自中共。另外，4月15日，《金融时报》从另一个角度也补了一刀，披露伊朗革命卫队曾秘密从中共那里买了情报卫星，用来增强伊朗对美军基地的监视和定位能力。换句话说，美国情报部门盯上的不只是中共有没有给伊朗武器和情报，而是把一整条对伊朗的军事支援链，包括如何运输、如何交易等等细节，都已经进入了美国情报系统的视野。同时，美国媒体近期再次公开强调，中共长期以来就是伊朗最重要的外部经济支撑。美联社在4月14日和15日连续报道，美国财政部已经向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告信，明确警告这些银行和金融体系不要继续为伊朗资金流动提供通道。财政部长贝森特直接说，如果你还在买伊朗石油，或者伊朗的钱流经你的银行，美国准备启动2级制裁，并把这些惩罚称为金融版的轰炸。因此，美国已经开始瞄准伊朗背后的输血系统，而这个输血系统的主体就是中共。在中美对抗围绕伊朗问题眼看就要升级的时刻，为什么川普却总喜欢强调他和习近平之间的私人关系呢？反感川普的人会觉得这是川普又在搞个人秀，好像全世界的事儿他个人跟对方拍拍肩膀就能解决。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里边其实藏着一个很实用、很现实的政治计算。现在中共和伊朗之间很多具体的操作，未必真的是习近平本人一条一条亲自过问和审批的，更可能的是，中共有一个执行层、军工口、情报口、灰色中转网络在具体做，在往前推。因此，川普最有效的做法，就不是一上来就先痛骂习近平，而是反过来先把未来两人峰会的重要性抬起来，再营造一个我和习近平之间有领袖层面的默契这样的氛围和叙事展现出来。一旦这个氛围被制造出来，中共那些执行层面的人在具体做事时，心里就会多出一层顾忌，他们会因此有顾虑。如果继续往前推这个事儿，如果现在被美国抓到实锤的证据，会不会让川普取消峰会，从而让习近平难堪，从而坏了习近平安排川普来给他权力背书的节奏？只要让中共内部具体办事的人出现犹豫，美国在目前伊朗战场上就可能利用这个时间差，最终以最小的代价赢得这场战争。你不要小看这个时间差，在战争中，这个时间差可能使一批关键军事设备晚到，可能让一条关键情报链变慢。这个时间差就可能让美国的多场空袭变得更顺利，而让伊朗的关节点更脆弱。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川普和美国情报部门的这两套动作，逻辑就出来了。川普和美国不会奢望中共会放弃伊朗，川普要的只是中共在执行层面别那么快，别那么无所顾忌。只要中共在几个关节点上慢一拍，美国在伊朗战场上的节奏就会更有力。这一切都是在制造那个关键的时间差。川普用社交媒体上跟习近平套近乎的办法，就能影响中共执行层面的运行速度。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从各种迹象和消息渠道，美国情报部门应该已经意识到了中共高层目前的权力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的状态了。比如今年1月，中共军队最高级别将领张又侠、刘振立被调查；2月，9名军方全国人大代表被撤；4月，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被立案调查。从节奏上看，这已经不是零星动作，而是中共最高权力层在持续发生地震。在这个背景下，习近平特意邀请川普访问中国，其本身的意义应该会超出简单的外交层，它很可能对中共权力博弈都有重大意义。美国总统的访问对中共内部来说，更像是一种对习近平的站台。
它能向中共各个权力派系和各层权力体系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习近平依然是川普最看重的中共核心领袖人物。在中共激烈的内斗中，川普这个级别人物的外在认可，就可能是他在中共各方势均力敌的权力天平上，在习近平这边给加上了一个砝码。这样看来，川普的策略就更清晰了。一方面，川普通过公开喊话，把未来峰会的政治价值抬高，让习近平更在意这场外交秀不能出事；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美国情报系统不断向媒体释放中共军援伊朗的消息，把风险反过来压回到中共执行层。说的再直白一点，就是借习近平来从心理上给中共执行层制造困扰，借中共内部的权斗来制造中共执行层面的迟疑，借这场北京峰会来给美国的军事优势赢得更多的时间。表面看这像是川普在示好，实际上却是在给中共下套。川普很清楚中共不会因为他的几句话就放弃伊朗这张牌，但是川普看准了中共高层权力混乱必然带来执行层的各种顾忌，这就给了川普机会改变中共支持伊朗的具体节奏。国际政治就是这样，决定胜负的未必是台上谁喊得更响，而是台下谁更懂得利用对手体制内部那一瞬间的迟疑。把这层看清楚了，再回头看川普最近这几天对习近平的那些话，包括那些有点夸张的表态，你就会看到那个很冷、很实用、很会算时间差的政治操作。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4月17日至18日，短短24小时之内，国际地缘政治舞台和全球金融和能源市场共同经历了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反转和再反转。从伊朗外长宣布海峡全面开放，到川普连发推文宣称伊朗答应几乎所有美国的要求，再到美国股市创历史新高，同时油价暴跌近10%，然后是伊朗内部强硬派大怒，伊朗议长选择特殊时间点出来反驳川普的说法，然后伊朗革命卫队宣布对海峡重新关闭，随后发生油轮遭伊朗炮击，整个过程如好莱坞电影般跌宕起伏。它的背后又隐藏着川普极度施压的策略，以及伊朗内部严重政治撕裂的底蕴。4月8日，美国和伊朗达成2周的停火协议。我们上周节目谈到，美国和伊朗4月11日在巴基斯坦的谈判破裂，随后川普政府果断实施了一项重大举措，宣布从美东时间4月13日上午10点开始，美国海军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封锁的不是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而只是那些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截止4月16日，美军已经拦截了大约13到23艘和伊朗相关的船只。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立刻形成了多层面的巨大压力。首先，这等于是切断了伊朗政府的主要经济命脉；其次，大量承载伊朗出产原油的油轮2个星期后会被灌满，那时伊朗出产的原油将无处可放，而因此逼迫伊朗关闭它的油井，而再次打开油井将是一个耗资巨大且时间漫长的过程，这会对伊朗经济形成长期的深远打击。第三，这个封锁直接影响到中共的能源战略，迫使中共也不得不表示希望伊朗能放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4月17日和18日这场大戏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上演的。4月17日星期五上午，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但出于面子，他特意强调伊朗这个决定是配合川普刚刚促成的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停火协议而做出的。而且伊朗强调，商船虽然可以通过海峡，但必须走伊朗海事机构指定的协调航线，以此彰显海峡虽然开了，但伊朗仍然掌握控制权，国际船只走哪条线路，伊朗说了算。
虽然伊朗外交部长的这个声明是有条件的、临时性的，但在国际舆论和金融市场看来，他的确释放了一个重大的战争缓和姿态。更关键的是，在伊朗外交部长声明发出后大约1小时之内，川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了7项声明，这些声明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伊朗外交部长声明的内容。在这些推文中，川普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再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在清除海峡中的水雷，伊朗同意交出核材料，而且不需要美国付1分钱，伊朗还同意停止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等等。他甚至在电话采访中说，伊朗几乎同意了一切我们的要求。在他最后的一个帖子中写道，这是世界伟大而辉煌的一天。但与此同时，川普就在他的一个帖子里用大写字母明确写道，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继续全面维持，直到我们与伊朗的交易100%完成为止。也就是说，伊朗表态说要开放海峡了，但美国出于对伊朗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并没有解除对伊朗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川普的这些帖子引发美国金融和能源市场剧烈反应，美国3大股指全线飙升，全部创下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涨幅 1.8%， 标普500指数涨了 1.2%， 纳斯达克也涨了 1.5% 以上。而与此同时，国际油价出现暴跌， WTI 原油期货当天跌幅高达 20%，布伦特原油也跌了超过 10%， 而航空燃油期货更是暴跌了 13%。 市场显然把伊朗外长和川普的声明当成了美伊即将达成全面和平协议的强烈信号。投资者们觉得，如果和平真的来了，石油供应恢复，油价自然要跌，而经济前景改善，股市当然要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4月17日是星期五，股市收盘后，接下来就是周末，所以当天股市的涨幅和原油的跌幅就等于是被锁定到了下一周一才能根据最新消息做出调整。而恰恰这个周末，事情再次发生大反转。伊朗外长和川普随后的一系列声明传回伊朗国内之后，在伊朗内部拥护伊朗政府的强硬派中产生了巨大的震荡。有伊朗极端强硬派在社交媒体上声称，伊朗单方面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种做法令他们极端羞辱到想自杀的程度。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多家伊朗媒体纷纷猛烈抨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普遍认为他的那条措辞模糊的推文给了川普无限夸大美国谈判胜利的机会。有伊朗议员公开表示，如果不是在战争期间，阿拉格齐早就该被弹劾了。伊朗革命卫队有指挥官直接出来批评外交部长，认为外交部擅自发表声明是越权。伊朗内部的这一系列反应，把伊朗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在全世界展露无遗。一方面是伊朗政府，包括外交部，他们想要通过释放善意来推动和美国的谈判；另一方面是以伊朗革命卫队为代表的强硬派，他们极端反对向美国的任何妥协。面对伊朗内部的压力，领导和美国谈判的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段措辞犀利的波斯语声明，对川普的7条声明进行了全面反驳。卡利巴夫强调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是关以及通行规则是什么，将由战场上的现实来决定，不是由社交媒体上的帖子来决定。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川普给市场带来的巨大鼓舞的7条声明和伊朗议会议长的官方回应再次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差。伊朗议会议长原本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回应川普的7项声明，但是他却选择在美国股市收盘之后才发表驳斥川普声明的推文，而且用的是波斯语。我们前面提到了，这就意味着当天股市的疯狂上涨和油价的疯狂暴跌都已经发生，
价格已经定格到了下周一。很多媒体都聚焦在川普发的那7条声明到底是不是真的。从表面看，众多媒体不断在嘲讽和攻击川普，事实上，川普也在利用媒体左右着世界。从我们前面分析的川普和习近平之间那个有关中共给伊朗提供武器的互动，我们其实可以获得一个解读川普这些声明的视角。首先，川普的那些推文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是基于美伊幕后谈判的某些说法，但具体内容应该也不会如他推文上写的那么确定。但是川普就是选择以那样确定的方式在社交媒体上向全世界公布出来，不但让美国股市全面创新高，还把全球油价给实实在在的拉了下来。而且通过伊朗议会议长回应的时间差，股价和油价还能定格多日。更重要的是，如我们前面举的例子，川普的声明对伊朗的强硬派的士气产生了巨大的打击，而且彻底把伊朗内部的权力体系的裂缝给撕开了，让伊朗政府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4月18日，事态继续戏剧性的发展，伊朗革命卫队联合军司令部正式宣布，鉴于美国没有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恢复到此前的状态，由伊朗武装力量实施严格管理和管控。随后，伊朗海军通过海事无线电广播宣布，海峡再次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过。注意，这次宣布关闭海峡的不是伊朗外交部，而是伊朗革命卫队。这说明在过去24小时之内，伊朗的外交系统已经被军事系统架空。伊朗外长开放海峡的声明不到1天就被伊朗自己内部的另外派系给推翻了。在伊朗宣布海峡重新关闭之后不久，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和美国战争部官员都证实，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在阿曼东北海域向至少1艘油轮开火，迫使2艘印度籍船只被迫掉头，其中1艘是装载约200万桶伊拉克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从伊朗外长宣布完全开放海峡到炮击通航的油轮，前后不到24小时。面对伊朗的再次武力封锁，美国出台多方措施应对。为了缓解伊朗的再次封锁给4月20日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美国财政部在周五紧急宣布将继续放宽对俄罗斯石油运输的制裁。另一方面，美军宣布升级对伊朗的压力。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通告，强调美国将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港口封锁。同时，美军出动直升机在海峡上空进行密集飞行，宣示对海峡航行自由的支持。18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未来几天，美国军方准备在全球扩大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全球控制，也就是美军不只是要继续封锁进出伊朗港口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只，而且要把这样的封锁行动范围直接扩大到全球。在这期间，美军会强行登上在国际水域航行的任何准备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或商业船只，对他们进行检查或扣押。换句话说，美国现在不只是盯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小块地方，而是准备把全球航运网络都变成对伊朗施压的战场。美国说得很直接，任何悬挂伊朗旗帜的船只，或者任何试图给伊朗提供物资支持的船只，都会成为美国海军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进一步扩大制裁名单，而美国司法部也准备起诉一批买卖伊朗石油的人。这说明美国在把军力、法律、金融、制裁、海运执法攥成一个拳头，开始了对伊朗的极限施压。为什么川普会选择用进一步全球封锁的方式来施压，而不是等着停火协议结束后直接对伊朗再次开打呢？这恰恰是重点。因为直接热战的成本太高，飞机一起飞，导弹一落地，地面部队一推进，
美军伤亡风险就会往上走，油价就会飙，国际舆论就会炸，美国国内也未必买账。因此，川普政府并不愿意轻易动用地面部队，代价太高，也不太受多数美国民众欢迎。川普现在不是不要动武，但是他还是首选更便宜、更持久也更容易控制节奏的方式，把伊朗往谈判桌上逼。川普的谈判术从来不是先讲道理再慢慢磨，而是先制造压力，再给你一个坐下来谈的机会。你看现在这个节奏，一边是临时停火快到期了，一边是上周末的会谈没有突破，下一轮谈判时间没有定，一边是美国战争部长说美军已经处于最大程度部署状态，如果谈判失败，随时可以恢复军事行动。可另一边，美国又没有急着全面升级，而是把重点放在海上封锁、全球扣船、切断伊朗石油收入上。这就是川普式操作。他追求的不是把对方彻底打死，而是让对方先感受到继续拖下去会更疼，于是自己走过来谈。先把悬崖摆在你脚边，再问你愿不愿意往后退一步。面对伊朗全球海运封锁这件事情，打击的绝对不仅仅是伊朗。首先，伊朗每天出口原油的 90% 都流向中共，而与此同时，伊朗维持战争、维持社会基本运作的大量物资，甚至是相应的武器，又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共。因此，当美国开始在全球范围打击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时，不只是打击伊朗本身，更是在顺着这条线摸向后面的中共。美国这次如果认真追船、扣船、罚公司、抓中间商，那表面是在针对伊朗，实际上却是在直接针对伊朗背后那个以中共为中心的那个灰色的能源和物资网络。另外，美国这个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从伊朗的家门口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蔓延到全球范围的新策略，也是在做一个实验。表面看这是对伊朗封锁的升级，但是美国也是在借此测试美军在全球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海运封锁能力。这个实施的过程就是对中共的一个巨大震慑，它完全可能是未来更大规模围堵中共海上命脉的一个演习。怎么整合卫星和其他各种信息？怎么快速识别用不同方式隐藏身份的国际影子船队？怎么在国际水域执法？怎么把海军、财政部、司法部、海岸警卫队和国际制裁系统串成一张网？怎么通过打击石油产出和运输，打击海运保险，打击金融交易，打击港口接入权，让一个受制裁的政权越来越难呼吸？这些动作今天用在经济体量比较小的伊朗身上，如果成功，那明天完全可能放大到更大的战略对手身上。如果美国这次能够证实这种海运全球封锁的打法非常有效，那么这种方式自然会成为美国未来战略武器库中的一个新武器。因此，他现在练的不只是对伊朗施压，而是在练一种新的全球海上经济战略模式。当今世界，战争和经济已经彻底搅在了一起。过去的战争是炮火连天、坦克推进，现在却不一定是这样。现在真正决定胜负的动作，常常发生在战争和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油轮被拦，保险失效，账户被冻结，航线中断，零件断供，现金流吃紧，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没有导弹爆炸那么震撼，但它对一个政权的削弱，有时比几轮空袭更狠。空袭炸的是表面，经济掐的却是一个维持生存的循环系统。所以，美军宣布准备在全球范围强行检测，甚至是扣押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表面上看像是比热战更加温和，实际它却一点也不温和，它只是更现代、更精准、更难反击。它开创了一个用更低的政治成本去制造更持久的战略疼痛的战争方式。川普玩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战，而是一种让对手在全面开火之前就先感到窒息的打法。
目前这场美国和伊朗的较量，我们要看的不只是伊朗什么时候会让步，还要看美国能不能成功实施利用对全球航运能源市场的控制进行长期博弈的这个新的对抗态势。美国这个局恐怕比我们很多人看到的要大很多。表面看，美国是在处理中东危机，但与此同时，美国似乎已经在为未来更大的对抗提前练兵布阵了，演练这种新的对抗方式了。此前，美国已经迫使巴拿马政府从受中共控制的公司手里回收了对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而此时，美国正在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又传出美国分别和印度尼西亚、摩洛哥签署了国防协议。和印度尼西亚结盟，目标显然是马六甲海峡；和摩洛哥结盟，目标应该是连接地中海和太平洋的直布罗陀海峡。不用说，大家也都看出来了，美国这是在精心布一个什么局。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